Hello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我们现在这一杯是刚现冲的咖啡啊。那咖啡在现代人来讲都是必备的饮品了啊。不管你是到 Starbucks 的，或者是便利商店的，或者像我一样手冲的，或者是用3合1、2合1的来冲泡。那相信大家几乎每天都有在喝咖啡。那我们今天就把咖啡跟这个坚果啊，把它搭配在一起做咖啡坚果馒头。那在操作之前，欢迎你帮我按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同时打开小铃铛。那我们换个位置来操作吧。我们现在来介绍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材料，然后边操作。这里是500公克的中筋面粉，这个是5克的发酵粉，我们把它倒进来。再来，这是30公克的砂糖我们一样把它倒进来。再来用筷子把它稍微搅拌均匀。再来，这个是250cc 的咖啡，它的浓度会比我们一般喝的时候还要再浓一些，不然你在蒸煮的过程中它会被那个蒸汽带走，那咖啡的那个味道就会变更淡那我们把它倒进来，然后把它搅拌成大面絮状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搅拌成大面絮了，我们把筷子给它拨干净。这里是100公克的综合坚果，因为我们在排气动作的时候才要使用，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放到旁边去。然后我们用手来搓揉按压。好，我们把工作盆把它擦拭干净，然后把我们的面团把它倒在工作案板上面，然后开始搓揉。我们搓揉的时间一样是抓8分钟。刚刚忘了提醒，就是说我们的咖啡你泡好以后一定要让它放凉，放成差不多室温的温度。好，经过8分钟左右的搓揉，我们的面团已经 OK 了。我们稍微整形一下，然后把它放在工作盆里面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等待它做一次发酵。那今天的室温31度，原则上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就可以发酵完成。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咯。Hello， 我们的面团已经膨胀2倍大了。那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发酵那已经完成了。那我们现在把它取出来，在工作案板上一样先撒一层粉然后我们把它取下来。那我们把它拨开。这里是100公克的综合坚果，它里面有杏仁果、葡萄干，然后南瓜子、蔓越莓、核桃、胡桃，然后樱桃果干这样子。那100公克我们把它倒进来，然后把它做混合，顺便同时做排气的动作。那排气的动作我们一样是做5到8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那让它充分的混合跟排气。那你如果觉得你的面团比较湿那你可以就适时的添加手粉。所谓的手粉就是我们在操作的中筋面粉。那像我们这个有核桃然后杏仁果，因为它是完整的整颗粒的，那我们就把它稍微剪碎这样子。好，经过5分钟左右的搓揉，我的面团已经好了。我们一样在工作案板上面抹一层粉，然后在它的表面我们面团表面也稍微抹一下粉，然后把它擀平。我们把它擀平了。那现在开始做卷的动作，然后一样由外往内由外往内卷。卷好了。那现在比较胖，我们现在把它搓成长条形，双手从中间往两侧推往两侧推开，把它慢慢的这样推开。
因为我们这个馒头是有添加颗粒的坚果，所以它表面没有办法是完全平整的，好，光滑平整的没有关系。那我们把它切。我们把它切成9颗啊，9颗馒头，我们把它放在蒸盘上面，然后放到蒸笼里面，然后等待它做2次发酵。今天的室温是31度，原则上应该在15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2次发酵。那我们等一下回来。Hello， 我们的面团经过15分钟的发酵啊，那2次发酵已经完成了。那我们现在冷水入锅，开大火下去蒸，等它冒烟开始计时15分钟。15分钟一到，那我们关火，再焖个5分钟就可以出炉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喽。Hello， 我们的咖啡坚果馒头已经蒸好了啊，那我们拿一个来试看看喽。是葡萄干，然后有蔓越莓，然后这边有坚果啊，我们把它混在里面操作的。那我们来捏一下，它会慢慢的回弹回来。非常非常的扎实，要把它剥开的时候啊，还要花一点力气啊。它里面非常的绵密，你可以闻到淡淡的咖啡的味道。所以我刚才在操作的时候有讲，就是说我们的咖啡的浓度要把它提高一点，不然你如果以正常在喝的那个浓度的话，它因为蒸汽我们在蒸煮的，因为我们在蒸煮的时候，那蒸汽会把我们的咖啡的味道带走啊，所以会很浅、很浅、很淡、很淡的咖啡味留下来而已。那我们来试吃一口看看吧。你可以听到我咀嚼的声音，还真的蛮 Q 的啊。那你在咬的时候，如果像我现在有咬到葡萄干，那你就会有葡萄干的味道，然后里面会淡淡的散发着咖啡的香味，还有坚果的口感，这样子啊，真的还不错吃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咖啡坚果馒头，你当然可以在家里试着操作看看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给我，那我们一起来研究解决。那最后还是欢迎你帮我按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然后同时打开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